大家好，有匪堪称近年来最出彩也最诡异的电视连续剧了，没有之一。因为明明是演技细腻、情感到位、口碑炸裂、好评如潮，而且收视逆天，偏偏就影评抄底，遗憾连连，众说纷纭。正如当年赵丽颖愤而抛出的汉堡对比图一般，似乎一切的答案都在汉堡当中若隐若现了。然而呢，一道绕不过去的坎儿，一个非常关键的人，依旧深藏在了整个故事的背后，或者说同一时间的两个故事的背后。他一边眼睁睁地看着有匪进入到了史上最大的舆论漩涡当中，一边又悄悄地开启了几乎同一时间的司藤的意外的辉煌。他既是这段历史的最强参与者，甚至主导者，也是逐流当中拼尽全力的最后的点火者，或者说牺牲者。深度加温度，新闻最专注。2019年11月15号的凌晨，赵丽颖分享了一张汉堡图，大家伙当时都以为她是在深夜放毒诱惑粉丝。其实呢不然，赵丽颖分享的这张图大有深意的。虽然汉堡图背后的赵丽颖依旧只字未说，但是呢大家伙都能够看得出来，她是想要表达什么出来。因为人在江湖的赵丽颖也必须要注意难言的苟且和江湖的规矩。于是乎，他向来都专注于拍戏，不轻易地表达出个人的想法以及私人的情绪出来。这方面，7年群演走出来的这个赵丽颖，绝对是个安分守己、兢兢业业的优质演员化身了。对于很多艺人而言，能当主演就已经是阿弥陀佛的了，听从组织上的安排就好了。但是呢，这次的魔改事件让赵丽颖真的是忍无可忍，无法再忍的了，所以呢，才会深更半夜的深夜情绪大爆发了。赵丽颖受这种委屈，其实也不是一次两次那么多了。此前，赵丽颖就在《楚乔传》当中就已经上过当的了。当时的赵丽颖就一度表示说，很遗憾，只拍了1部半，甚至她还为此背上了抠图的锅，让整部剧有头无尾。还有你和我的倾城时光，先我也是深入的聊过的了。资本加戏改编，很多的戏份都给了男二女二了。赵丽颖同样也是一点办法都没有，两位正装主角居然都是片花的主角而已，居然都是真实的配角来的。这就是太阳的背后了，这就是现实的资本了。赵丽颖总是希望凭借着一己之力为中国的影视剧艺术做出自己最后的努力。赵丽颖也总是希望保持原著的原汁原味，给热情的观众们，给热情的粉丝们带来最好的艺术上的观感和呈现。这其实也是清流艺人们本应秉持的那种艺术的理念。结果呢，资本市场改不了急功近利的嘴脸和肆意妄为的秉性。跟谁是凶手一模一样，赵丽颖、王一博的有匪，影评的分数一路的走低，完全是非战之罪。赵丽颖、王一博即便承担起来了全部的责难，而事实上呢，人民群众的眼睛其实还是雪亮的。到目前为止，理性的粉丝们没有一个去责怪赵丽颖、王一博的，因为他们的演技已经是最好的呈现了，无可挑剔了。而他们敬业的精神也是尽心尽力，日月可见的了。最近鹅厂的年度总结，也就是2021年6部的 S+ 古偶评分终于最终揭晓了。6部剧居然没有一部是及格线的。这6部已经播出的 S+ 古偶大戏当中，赵丽颖、王一博的有匪是5.5分，
迪丽热巴、吴磊的《长歌行》是5.8分，周冬雨、徐凯的《千古绝尘》是5.2分，杨幂、陈伟霆的《狐珠夫人》是4.9分，张若昀、李庚希的《雪中悍刀行》是5.8分，李易峰、陈钰琪的《镜双城》是3.9分。这一整份的成绩单堪称惨不忍睹，没有一部片子是过了6分的及格线。要知道，这些可都是鹅厂特别高级、特别投入、特别奢华，也特别舒适、特别强劲，外加特别待遇的电视连续剧来了。结果呢，被吐槽最凶的《长歌行》反而评分最高。想当年这波 S1 的古偶大剧，当初扎堆开拍的时候，任谁都想不到，这个古装崩坏、哭戏无泪的迪丽热巴，居然可以意外的爬头了。当然了，最近播出的李易峰的《镜双城》，怎么说也是一部正装的 S 加级的古偶剧。结果呢，最新的评分居然也是刷到了最低了，开分才3.9分。不仅播放量严重的扑街，这个评分也是相当严重的破相了。要知道，这么多部的鹅厂孵化的 S 加级的古装大剧当中，每一部几乎都是流量担当挑起了大梁了。结果呢，偏偏撞上了流量为王的过去进行时了，这是其一。加上那股相当诡异的黑粉的力量，在整个清两风暴的大环境当中，依旧可以继续的呼风唤雨，依旧可以拉踩控评。这种乱象依旧变本加厉的影响着整个娱乐圈的大环境的迅速恶质化。因此呢，在种种外界纷扰的不利因素之下，赵丽颖、王一博的仅5.5分的有匪，似乎的确生不逢时。这个说法对不对呢？答案是对了一半，而且个中的原因，我在刚刚好解释了一半了。这里面涉及到了赵丽颖、童瑶和景甜这3个人。而这3个人表面上都是各自花开，各表一枝。然而呢，背后的关联其实都是千丝万缕相互影响的。毕竟娱乐圈的江湖说小不小，说大也不大，一定是此消彼长，相互影响的共生的关系。话说童瑶等人还没有崛起的时候，赵丽颖一度被当作了858花的门面了，她的争议其实也要比其他的858花小很多。毕竟赵丽颖的一路走来都是实打实的，靠着自己过人的演技走出来的天地。陆贞传奇、花千骨，包括后来的《杉杉来了》，都让她完美的证实了自己的演技出来了。即便最近的2年里面，相对他沉寂了一些，也还算是稳步的发展当中，没有跌幅出现。最难得的是，无论赵丽颖结婚、怀孕还是产子、离婚，都没有实质上的严重影响到她的整体的事业。业务能力一向都不错的她，依旧是858花当中依旧扛打扛压的业界佼佼者来的。当然了，瞬息万变的这个娱乐圈，还是有不少的858花突然之间突出了重围的，让赵丽颖的竞争的压力更趋的复杂了。其中就包括诡异骑兵童瑶，以及那个万年花瓶景甜了。
而后者新闻我在整个的能量大本营的这个频道当中也提到过很多次的了。因为这个牛逼哄哄的资源大咖，真的是资源好到上天了的那一种。结果呢，就是先天的不争气，老是水涨就传沉了。然而呢，一个误打误撞，让他意外的在有匪的同一时间里面红火了一把。同样的，还是非战之罪，不是他演技突然之间大裂变了，而是他所遇到的机会大裂变了。稍后我会仔细的详谈的。这2年发展势头很猛的学院派童谣，非常值得一提。一部大江大河，让他彻彻底底的翻了身，甩掉了过往的黑历史了。跟着呢，后来的30而已，更加助力他一下子走到了85荒当中的前列当中了。而他所拿到的大奖，甚至已经超越了赵丽颖了。即便后门不要太明显了，然而呢，后门也是门，也是通向未来成功的大门。至于个中的详情，敬请您自行的回顾一下我之前一度专题开篇深入探讨过的各种的硬核与各种的内幕。虽说紧接着那部《叛逆者》，作为女主的她面相不好，发挥其实也不好。然而呢，幸运笼罩的她，再不济也有着大把的试错的机会。即便现在她的人气依旧远远的比不上那个赵丽颖，但是呢，意外大奖的加持下，再加上有钱老公的加持下，这个童谣的发展永远都是不愁资源的，任挑剧本的那种逍遥感。因为娱乐圈不只是演员演技的斗兽场，更加是任性资本的游乐园。说到这儿，重点来了。作为娱乐圈当中公认的那个最长项、最牛逼的万元资源咖，从出道开始只会傻笑的那个景甜，就一直都不愁资源，只愁人气。一直以来神秘兮兮的他都是 C 位的存在感。可以说，各种顶流大咖，各种国际资源，都是陪着他玩，陪着他演戏的那种被动的份儿。结果呢，庞大的资源砸到了他的身上，从来就激发不出一星半点的水花出来。就像深不可测的大水库，老是开闸放水，却又老是掉进黑洞，听不到响的那种异次元的感觉了。于是乎，硬是生生的捧了10几年了，他的演技和他的市场还是没有得到观众们的一致的认可和投资上的丰硕的回报。景甜可以正式的改名成为了景甜了，因为他就像是一辈子砸钱都填不满的无底洞，或者说大窟窿了。于是乎，站在他的背后的那个人，或者说那个大水猴，终于心伤了，心凉了，也心累了。现在都是放任他自由发展的那一种了。结果呢，谁也想不到的是，去年年初他有份参演的一部小制作《司藤》，居然意外的爆红了。于是乎，10几年都走不出自己阴影的这个景甜，居然意外的一次水涨船高，得到了观众们的认可了。他总算是站在了高耸入云的钞票上，稳了一把别人家的运气了。于是乎，33岁的景甜总算是成功挤进了85花的队伍了，即便他还是包围的那一个。只能说他的运气无关演技，完全是离不开一个人的格外的专注、格外的努力和格外的用心。
吊诡的是，同样是这个人，或者说这两个人，其实赵丽颖和王一博也曾经幸运的合作过。只是悲催的是，这两个人当主角的时候，景甜大火了一把；而当这两个人当配角的时候，赵丽颖和王一博也被双双的被大坑了一把。当然呢，说到这儿，这个景甜能不能延续司藤小姐的辉煌呢？还是要看她的造化。而且到目前为止，她的造化已经被彻底证明的了。这种非战之罪的意外的造化，跟钞票无关，跟资本无关，跟她的演技也无关。关注本频道的朋友们都知道，到现在为止，资本和魔改始终都穿着同一条裤子的。这也让剧本和演员以及演员与收视之间也跟着产生出了大量的各式各样的错综复杂的化学效应出来了。许多人都知道魔改误事，然而呢，魔改到底是怎么样误事的呢？而有匪又到底是怎么样魔改的呢？压根儿就没有任何的标准化的答案在这里。单从赵丽颖的汉堡图当中，大家伙真实吃到的那个瓜，只能说还是一堆的瓜皮而已。没有人可以吃得到真真正正的瓜瓤的。为什么呢？因为赵丽颖本尊、王一博本尊都碍于各种的场景，都选择了闭口不谈。而一位神秘兮兮的人物，或者说神秘兮兮的两个人物，不仅出现在了同一时间的有匪的场景当中，更同样的出现在了司藤的场景当中。他无疑成为了那个顺顺利利打开黑箱的最有说服力，而且是最后的两把钥匙了。通过与他相关的，而且还大火了一把的小制作司藤，而且抛开所有众所周知的黑本说，我们不难看出悲催的大制作有匪到底影评差距到底差在哪儿了呢？首先，但凡影评，注定都会有人是闭着眼睛瞎评论的，就像谁是凶手刚开播的那一个时候，黑压压的一片的黑心。然而呢，大多数的真实的观众真心讨厌的，永远都是尬得要命的，而且还是按着脑袋说甜的那些工业糖精来的。也就是说，主角一谈恋爱的话，就会不务正业的了。于是乎呢，跟着呢，剧情就开始整体上开始跑偏方向的了。这里面盲目恋爱脑是导致人设最终崩塌、最终降智的直接的导火索了，从来都不是恋爱本身。司藤里面很明显，工业糖精欠奉，感情这条线虽然有糖磕，但是呢不会烂牙。因此呢，整部剧为了丰富人物关系而添加的那些恋爱的情节，基本上都是推进自然，程度克制。各种逻辑理性而坚固，既正向丰富了人设，也无损主线上的剧情。这种不故意去突出感情线的操作，让整个的剧情顺畅升华，而不会突兀低劣。差距二就是比较讨巧和隐晦的了。大家伙都知道，近年来国内审查越发的收缩了，而且呢还不设立规范化的分级的制度，因此呢剧集创作方面严重的受限，犹如带着镣铐跳舞一般。
而且更加悲催和更加伤脑的是，这副的镣铐很多时候就是一种十分隐晦的标准来的，因为没有严格意义上的定义，完全属于只能意会无法言传的那一种灵魂上的范畴。所以呢，只能由创作者们自行的去揣摩，自行的去阉割了。赵岭那部悲催的《谁是凶手》就是这么样的一部反反复复自我阉割，也老是不能如愿达标的悲催的电视连续剧范本。于是乎，到现在为止，谁是凶手的剧方依旧无法给出自行删掉1/3剧情的原因，这就是这么一个道理了。所以呢，说到这，有些观众老是会纠结，老是会疑惑，为什么有的剧居然可以完整的保留某个情节，而有的剧居然只有被删被改的份儿呢？因为社会主义的审查的标准从来就不会具体的挑明哪些能拍，哪些不能拍。而且呢，这种看不见的雷区只会随着政策大背景和市场大风向的不断的变化而不断的扩大。请注意，雷区范围从来就没有缩小过。于是乎，司藤这种灵异志怪的题材，由于严重违背了社会主义国家唯物主义的基本的原则，所以呢，一开始该剧实际上一直都在红线的边缘徘徊着。而那些关于道门的设定，关于宗教的雷区，在这部剧当中是更多的。因此呢，该剧不仅要避免宣传封建迷信，而且还要防止宗教界的各种的人士突然之间有什么意见会向上去反映的，进而呢会造成形同社死的恶劣的社会影响出来了。因此呢，整部灵怪剧集从立项开始就已经处于劣势的了。所以小成本小制作就是怕大触头大翻车。有意思的是，原本游走于灰色地带的这部司藤居然成功的还原了原著内容的70%左右。可以说，这种编剧的功力已经完全把灰色的政策拿捏在了自己的掌控之中了。对比谁是凶手的编剧，高下可以立见的了。后者就是为了避免审查的雷区而自行的魔改，自行的反复的磨删，最终呢改的完全是面目全非的了，完全是莫名的烂尾的了。像司藤的编剧这样，在不得已而为之的常态当中，居然能够基本上保留住了主干的剧情，这绝对不是侥幸。差距3就是优秀编剧的热血能力和业务能力了。话说，能够做到这种几乎完美的剧情上的还原程度，除了敢于较真细节，敢于吃透政策上的业务能力之外，也是因为这个司藤的编剧本身就是一位或者说2位又热血又专精的尾鱼书粉。因此，这位吃透原著的铁杆书粉亲手改编自己所喜欢的这部小说，这种场景实在是太过的梦幻，太过的和谐了。话说，这位编剧实际上也有份参与了有匪的项目。然而呢，有匪剧组的情况非常的特殊，编剧就有7个以上。而且呢，很多场戏都是临时飞页的，在整个团队在思路上严重不统一，而且还有急需赶工的整个混沌的状态下，去
精雕细琢去慢工细活，您觉得可能吗？可以说，别说大家伙合力打磨剧本了，就连基本上的前后文的逻辑通顺，都很难做到基本上的满足了。所以说，小制作的司藤的编剧在司藤里面可以说是一言九鼎的大 boss 来的，而在高成本的有匪当中，他只是一个人微言轻的小配角来的。他的一腔的热血和专注投入，并没有发挥出应有的影响力和作用力出来。而这部小制作的司藤，不仅一开始就已经拟定了大方向要忠于原著，而且呢，一些非常非常细微的枝节或者说细节，都能够面面俱到的顾及到。例如说，在场景 A 当中，司藤生气的丢下了钱，跟着呢，秦放立刻就蹲下了身去捡了起来。这一前一后没有脑洞可言。在场景 B 中，司藤呢腰力失控了，不小心烧到了屋子了。跟着呢，秦放就打电话给老板去商量赔偿了。这种有头有尾、有因有果的剧情上的铺排，让吃瓜的群众们看起来特别的流畅，没有任何的问号残留。而对比赵丽颖磨伤后的谁是凶手，这类的残留的问号可谓海了去了。若干的问号，甚至我在开播的时候就已经一一的指出来了。结果呢，问号依旧还是问号，脑洞依旧接着脑洞。对该剧有兴趣的朋友们可以自行的回顾一下我那些一连串的恐怕永远都没有答案的悲伤的问号吧。在司藤当中，每一个不起眼的细节都肯定会有一个镜头或者说一句台词去交代去支撑的。这种疯狂的细节上的考量，完美的解答了观众们在看剧的时候所产生出来的所有的疑惑感。剧情所扔下的每一个的包袱，还是由剧情自己一个个的给捡了起来了。这种超级负责任的编剧的态度，可见该编剧的极致的热血和业务上的功力了。此外，还有严谨的那个代驾，严谨的那个保安大叔，等等等等，每一个角色都严谨地遵守着社会的秩序以及该有的公序良俗，而且呢，每一个细节点都能够让人信服，都能够让人叹为观止。差距4就是差天同地的费心指数了。一部剧看得痛快与否，就是要流畅、流畅再流畅。重要的事情在这里需要说3遍了。在司藤当中，当男女主出现误解的时候，秦放几句话就能够讲清事实，理顺思路。跟着呢，司藤就能够立刻的解开了自己的疑惑了。于是乎，双方立马就重归于好了。剧情方面呢，也紧接着往下推进的了，没有任何多余的拉拉扯扯，没有多余的黏黏糊糊，没有反复纠缠数集的那一种狗血的差错，或者说纠缠不休。一个人解释清楚，另外一个人就痛快明白，少了所有狗血横飞的快进的场景出来。于是乎，观众们看得省心，看得开心，影评家们畅快吐槽，吐得开心。正能量加上正能量，真的是相得益彰了。说到这，您也该明白了吧？
该剧的编剧的职业水准是不是交足了功课了呢？因此，从新闻我永远都与别不同的视角当中，思彤的成功真的跟万年花瓶没有半毛钱的关系。当然呢，万年花瓶因着超级强大的剧情的合理性，享受了一辈子难得一见的这一波意外合理性的丰厚的红利了。说到这个剧情的合理性的概念，可以说司藤这部剧当中呢，几乎所有人办事说话都符合正常人的思维，符合常识性的逻辑。而这种正常人的思维以及常识性的逻辑，老实说，在大多数的国产剧当中，简直都是稀有物种一般的存在了。说到这儿，您还记得水凶手的那个警察持枪放跑霸道凶手的经典的名场面吗？此时此刻，所有的正常人的思维和常识性的逻辑都被这一开始就有的脑短路给彻底的烧焦了，给彻底的烧糊了。凶手的影评一路走低，绝对不是没有道理的。最后，非常有必要值得一提的是，司藤这部剧真的是小成本，真的是非常穷。作为一部优酷内部初级评级仅为 A 的，而且还要做出大量特效的剧集，剧组的开销一开始就捉襟见肘，特别的拮据。该剧的导演李木格甚至为了更多的省钱，还亲自出演了配角白金，而且有万年花瓶之称的那个景甜的减分撑场，让司藤在开播之前就没有一星半点的一个好消息出现。各种的不断的爆料都是唱衰，都是必扑。万年花瓶实在真的不是盖的。结果呢，连导演自己也没有信心了，一片的人心惶惶。然而呢，开播之后呢，该剧的播放量直线的走高了，豆瓣评分直冲 7.7 分，优爱腾3台热度都相继的登顶了。这就是尊重观众、尊重原著以及尊重常识的人民群众的眼球力量所在了。于是乎，在3大尊重的基础上，该剧完整的还原了尾鱼笔下的那个奇诡的异想世界出来，并且还额外成功的树立起来了一个国产剧市场少之又少的女性高光主角出来了。这就是豆瓣开画 7.6 分，最高升到了 7.8 分的傲娇的司藤了。这同样也是曾经被嘲必衰必扑的小成本 A 级网剧司藤了。说到这，请您千万留意一下，对比一下的是，有匪的编剧是张吉、许祥云、王雪慧、金俊奇、姚楠、李敏、汪红、苗画、周佳妮。司藤的编剧是汪红、李敏。麻烦您自行的把所有新闻我今天所点题的精彩，所提到的人物都一一的给对号入座。因为照令王一博所遗留下来的汉堡包悬案必须要有个了断。在今天，在新闻能量大本营这里，